娘亲，你还活着？我的猪猪做噩梦了吗？不怕，娘亲在。娘亲与府中马夫有关系，被人发现后悬梁于龟屋中，不到1年另聘高门贵女，继母佛口蛇心，设计我失了清白，世子妃善妒，把我扔进万蛇窟报复。娘亲，我没事，刚做了个噩梦，现在全忘了。猪猪不怕，不管什么妖魔鬼怪，爹爹都会替你打跑。如今这副慈父模样，到底有几分是真？幺娘喜欢五斋坊的栗子糕，猪猪喜欢芙蓉糕，为夫特意买的。手怎么这么凉？照顾猪猪也得顾着自己的身子。像什么样子？孩子还在呢。幺娘，过2日我休沐，畅音阁新出了一个戏，到时我们一起去。畅音阁，前世娘亲就是在那里被人陷害，逼得自缢身亡。爹爹，不可！糟了，反应太过了，爹娘感情甚深，我现在只是个7岁孩童，若直接说出重生这种离奇之事，非但没人信，万一爹爹心生戒心，就全完了。娘亲，你忘了，前段时间你得了风寒，大夫让你多休息，不能去戏园子吹风。猪猪真有孝心，不过娘亲半个月前就好了呀。可我想和你们去春晖园看皮影戏。猪猪乖，这次爹爹先陪娘亲去，下次再带你去春晖园看皮影戏可好？那好吧，既然软的不行，就别怪我用苦肉计了。爹娘，这畅音阁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去。只要我病得起不来床，娘亲就绝不会丢下我去什么畅音阁，哪怕是受尽折磨，我也要避开前那场死局。娘亲本是孤女，靠着这一手好绣工养活自己，爹爹当年连学费都交不起，是娘亲用一针一线的绣品供他上了利州最好的书。如今家里添了奴臣，日子好过了，他本该享福的。前世的今日是娘亲出世的日子，如今因为我烧得厉害，娘亲心疼我，父亲也一日未出门，那场噩梦终于躲过去了，我好开心，娘亲还好好的活着。虽然熬过了死劫，但身边的毒蛇还没揪出来，我绝不能掉以轻心。那个和他有染的男人，就是家中的马夫。前世我被扔进宁王府，听那些婆子闲扯，都说娘亲与他有染，可他是爹爹出进翰林院时，娘亲熬了2个月绣插头换钱买来的呀。这6年他勤勤恳恳，难道真会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？小姐怎么出来了？生病了得多休息。张叔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为什么不娶个媳妇儿啊？小人无心这些，只想好好在府里待着，别无他求。既然是隐患，就必须永绝后患。按我说的去做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听说马夫张叔跟暗条在一起，被人家劈头打了。哎呦，真丢人哦！你竟敢做出此等下作之事，简直辱没我家风！张叔，我早说过看中哪家姑娘可以成家，你偏拒绝，如今怎会糊涂至此？小人一时糊涂。小娘，找人牙子卖了吧。老爷夫人明鉴，小的又是被打坏了，根本成不了事儿啊！说小人胡来，实在冤枉。他是个废人，那前世毁了娘亲清白的男人，到底是谁？爹爹，张叔是无辜的，既然不是他，那躲在暗处觊觎娘亲的黑手究竟是谁？我太渺小了，在这深宅大院里没有权势，根本护不住娘亲，我必须变强。
前世同僚家小子的看球技艺，1个月5000两入账。钱有了，眼睛和耳朵也就有了。赔险！这个流连风月、欺男霸女的恶徒！娘亲，我想自己去寺里逛逛。珠儿，快些回来，跟紧小姐。是。能把里面的人处理安静吗？动手！想死没那么容易，没了引以为傲的资本，我看你这嚣张的世子之位还能坐多久？平日里真是对你太过纵容了，从今天起，罚你禁足1月，在房里好好抄写女德女戒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小姐，出事了，老爷和夫人去了畅音阁，但不一会儿老爷就独自出来了，留下夫人一人在西园子厢房休息，情况有些怪。阿大留在那边保护夫人了。儿，马上带我看望畅音阁，快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娘亲貌美孤身一人，绝对不安全，撑住啊，娘亲！哎呦呦，天杀的！我的腿断了！那老人家一看就伤得很重，造孽哦！胡说八道！我的马根本就没碰到你。你们撞了我爹还有理了？今日不给个说法，你们谁也别想走！碰瓷的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时间耽搁不得，娘亲还在火坑里。才1两银子，打发叫花子呢！你们这些有钱人拿我们强人的命不当命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各位叔叔婶婶，我们真的没撞到他，能否先送这位大叔去医馆？若是银两不够，可去梨花巷第3户柳家拿银两。我们现在有急事，10万火急。想得美！撞了人给这点破钱就想溜？谁知道你说的地方是不是你家？今天不拿够钱，谁也别走！我会医术，先给病人看病要紧。你是哪里来的骗子？耽误了我爹的病情，你赔得起吗？大叔，你这腿怕是伤得不轻，我来给你治治。用我这祖传银针扎透你几大死穴，重塑筋骨，不久你就能长出新的腿。你别扎，我腿没事，不用治了。小姑娘，你先走吧，这2人我会处置。大恩不言谢，来日必报。儿，走。还好娘亲无恙，地上这人必定就是上辈子对娘亲图谋不轨的恶徒。小姐，您吩咐过，切不可让夫人来畅音阁。我们一发现夫人来此，就让阿二去找您。依我看，夫人是中了迷药。老爷走后，院子里的下人全被人支走，紧接着这男人就鬼鬼祟祟进了厢房，被我在房顶一记手刀打晕了。竟然是他，吏部侍郎黄远忠。很熟悉的味道，前世那恶徒狂妄至极，就是极其依赖这种控制心智的虎狼之药，喜欢下药是吧？阿大，把这些药丸全部给他灌进去。阿二，你与此人身形相似，扒下他的外袍披上，等会儿走出去，记住，绝对不要让人看到你的脸。娘亲，现在什么都不要问，回去再说。起火了！畅音阁后院起火了！
迷药，被支开的下人，恰好离开的父亲，位高权重的吏部侍郎，前世今生的事情纷繁杂乱地交织在脑中。即便我再不愿相信，可所有的线索拼凑在一起，这一切的矛头皆指向了父亲。这样一个卖妻求荣的男人睡在身旁，无异于一条毒蛇。躲过了今日，躲得了明日吗？必须让娘亲认清他的真面目。娘亲，今日之事，恐怕和父亲脱不了干系。怎么会？你父亲，他绝不是这种人。那个男人是吏部侍郎黄远忠，若是他许诺能让父亲升官发财，娘亲觉得父亲会不会动心？可是，我和你父亲是少年夫妻，一路扶持走到今天，他不至于如此狠心啊！娘亲，你醒醒吧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。娘亲，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噩梦，梦里父亲把你关进柴房逼死，转头就娶了高门贵女平步青云，而我被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，那是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刘文慎这个畜生，我这就回去找他当面对质。娘亲，不可，没有证据他不会承认的。记住，回去见到他，只说你身子好些了，进了厢房后很快又出来了，我们要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姚娘，为父听说畅音阁走水了，吓死我了，幸好你无事。姚娘，你怎么没在畅音阁的厢房里？等了你一会儿，见你还没来，就先走了。畅音阁怎么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？谁知道呢？幸好你提前走了。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先出去一趟。大新闻，大新闻！畅音阁走水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那吏部侍郎黄远忠衣衫极其不整，竟然按着个40多岁的撒草婆子举止疯癫。结果呢，听说被人抬走的时候浑身抽搐，大夫说他平时用的虎狼之药反噬，当场气绝身亡了。完了，黄大人竟然死了，我的升迁之路断了不说，万一圣上彻查，查出我跟他之间的牵扯，不，我不能慌。奉天承运，黄远忠罪大恶极，全族抄家，流放3000里。姚娘、猪猪，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？新开那家桂花糖蒸栗粉糕，快趁热尝尝。你以为事情尘埃落定，你安全了吗，柳文胜？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好，封锁这里。翠禾哥哥暗地调查了10来天，发现柳文胜每次密会的华贵女子，竟是户部尚书的嫡长女，守寡3年的李婉华。既然要和离，走之前也得让这对薄情寡义之人付出惨痛代价。我让阿大假扮贼人，直接把官差引了过去。好你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，竟敢暗中纠缠我夫君！哎呦，那不是户部尚书家的嫡长女李大小姐吗？快送医馆！姚娘，为夫也是一时糊涂，被那李婉华引诱。如今李大人向我施压，必须娶她女儿，否则为夫的官途就到头了。你也知道，她是2品大员，位高权重，你待如何处置？想贬妻为妾吗？姚娘，我知你最是大度，尚书大人也不是不讲道理。糟糠妻不可弃，他愿意把嫡女嫁与我做平妻，以后你和李大小姐不分大小。刘文胜，你还记得当初娶我时许过的诺言吗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君既无情我便休，和离吧。姚娘，我知晓你恨我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能消气。姚娘，我竟不知你如今成了如此泼妇，要和离是吧？我成全你。柳宅内所有家当都是娘亲置办的，
我们走时几乎搬了个底朝天，只给他留下一座空荡荡的空壳宅子。毕竟柳文胜攀上尚书府，我们势单力薄，民不与官斗。听说了吗？柳文胜和李大小姐那荒唐丑事儿。现在这桩荒唐丑事，整个京城无人不知。柳文胜，你以为你攀上了高枝？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前世李婉华庄的贤惠大度，人人称颂。这辈子，他顶着背信弃义恶恶名，迎接他的只有鄙夷和唾骂。以前柳文周说为官者不可行商，让娘亲抛头露面，可笑。他一月俸禄才6两，全靠娘亲张罗打点，典型的软饭硬吃，放下碗就骂娘。如今没了他这个累赘，娘亲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。此时中秋已过，百花凋零，我们铺子却满园春色。我靠着前世记忆，让娘亲找铁匠打出铜丝，聘请女工制成这风靡京城的铜丝院花，不仅比珠宝阁便宜，还极其精致，手头有余钱的百姓都能买得起，简直赚翻了。昨日得到消息，裴显跌入宁王府荷花池，意外落水身亡了。前世那个欺压我的恶徒就这么死了。不管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为之，都是件天大的好事。都滚出去！我们主子要进来看看。闲杂人等速速离去。这位官爷，这不合适吧？我们敞开门做生意，怎能把客人往外赶？哼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们郡主肯光临你这小店，是给你们脸面，多少人求还求不来呢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到他，前世的宁王是非江连月。郡主，我们店东西粗鄙，怕是配不上您金枝玉叶的身份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什么破烂东西，难道还想让本郡主买？前世最后3年，我都是在江连月手下讨生活。他表面天真娇憨，实则喜怒无常。谁知道他今日发什么疯？他发疯不要紧，可这些绢花是娘亲和2个女工熬了3晚才紧赶慢跑做出来的，娘亲熬得眼睛都红了。哎呦，哪来的野孩子，竟敢冲撞本郡主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！郡主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求您大人有大量。你的脏手也敢碰本郡主，再求情连你一起收拾。不好，这可是本郡主从猎户那里新得来的宝贝，花了足足100两银子。住手！哪来的贱民，竟敢管本郡主的事！给我拿下，死活不论！你是何人？你可知我是荣华郡主，当今皇后娘娘的侄女？你是钱正德的女儿，果然一脉相承，狗仗人势。你父亲侵吞百姓良田，今早刚被陛下杖责40，罚俸3年。你这做女儿的小小年纪如此恶毒，竟然在天子脚下纵容毒物行凶，何该送到大理寺，让王大人好好审审？你放肆！我姑姑可是当今皇后，就算报官，本郡主也不怕。哦，是吗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莫非你比天子还高贵？你到底是何人？不远大将军，
可算找到您了。几位将军还在望江楼等您吃饭呢。威远大将军李牧，13岁入伍，斩杀西北敌寇无数，把匈奴打得退居大漠以北的战神。你代我向几位将军说声抱歉，今日有事，改日一定请他们喝个痛快。劳烦诸位，谁得空帮我去大理寺跑个腿？就说长阳街新开的锦绣斋有人纵容毒物伤人，请王大人速速派人缉拿凶犯。我去报告。大理寺卿王大人素来铁面无私，刑讯手段更是让人闻风丧胆。江连月，你今天算是踢到极其坚硬的钢板了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狗官！民妇多谢大将军救命之恩，若不是您，我女儿今日定遭不测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如此。大叔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承恩公府的人怕是会报复，我送你们回家。大将军，大恩不言谢，我们母女结草衔环，定当报答。已经到家了，就不劳烦将军相送了。无妨，我也住这里。这是我早些年置办的房产，平日来的少。哎呦，狗娃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是福伯，我老家的族叔。为了报恩，娘亲当晚烧了一桌子好菜招待大叔和福爷爷。两个大男人哪会照顾自己？我们要知恩图报。没过2天，大叔干脆放着陛下亲赐的豪华体不住，直接搬到了我们隔壁，美其名曰这里有烟火气。什么没有儿女羡慕娘亲有我这个小棉袄？我的傻娘亲，哎呦，人家这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不过比起那个渣爹，这个外表冷硬内心火热的将军，我满意的很。大叔知道娘亲在给我找女夫子，特地动用人脉找来了这位才学过人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先生。大将军，您这可是帮了我们天大的忙，以后您的1日3餐我们全包了。包了1日3餐，离包一辈子还远吗？大叔，稳住！这个霸道新爹，我替娘亲锁死了。前世我只识得几个字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一手绣活。娘亲死后，柳文胜对我冷淡至极，连女学都没让我进。李婉华嫁进来后，成日把我当丫鬟使唤，对我说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这一世，我绝不能重蹈覆辙。哎呦喂，许娘子大喜呀！凤和街的周老板托我向你说媒来了。周老板，我都说了对你无意，为何还来提亲？徐娘子，前2日我们还在望月阁吃茶，你还说非我不嫁，怎么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？胡说八道！我何时与你一起吃茶？快给我走！你这丑八怪，我就知道你打我娘亲的主意。见到你家的铺子，我们都绕路走，你还敢攀扯我娘亲和你有私情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德行。小丫头片子，你血口喷人！大伙儿评评理。之前我们去他铺子买肉，他一直盯着我娘亲瞧，结账时不少算几文，就是送些不值钱的搭头，还硬拉着我娘亲扯闲话。你，我们看出他的意图，早就不去他家买肉了。就是啊，周屠夫5大3粗的，脸上还有道疤，我都不愿嫁，更别说人家如花似玉的徐掌柜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他之前的老婆就是被打死的，去年那的小妾受不了折磨都跳井了，这种杀人狂谁敢嫁呀？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别在这满嘴喷粪！你这野丫头忒没规矩，看来是你娘亲把你惯坏了。以后我就是你爹，看我今日不好好教训你一顿！哎呀，小丫头不懂事，你一个大男人计较个什么劲儿？许娘子啊，我知道你脸皮薄，可这男女两情相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再说了，周老板家好几个肉铺，家里殷实着呢。只要你嫁过去，就不用这么辛苦，成日抛头露面做生意。你和你女儿保证日日有肉吃。呸！
我铺子生意好着呢，谁稀罕他那一口肉？周屠夫还没娶到老我就想打我的孩子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就是看不上你，还不给我滚！要我拿扫把赶你走是吧？大伙儿评评理，这兰花绣帕可是许娘子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上面还绣了她的闺名瑶字儿，我可没瞎说。呀，定情信物都有了，搞不好真是看对了眼。就是，没想到徐掌柜如此风流，说不定人家不稀罕嫁人，就想露水情云呢。糟了，流言蜚语可是能杀死人的。说是娘亲嫁给他，我们娘俩这辈子都完了，怎么办？李大将军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是长得比我俊，比我有钱，还是比我官职高？你凭什么觉得许娘子放着我这样的如意夫君不要，要去选你这种样样不如我的人？将军，你是哪门子将军？别是扯大旗吓唬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吧？你才扯大旗，这位可是威名赫赫的威远大将军。原来是威远大将军啊！误会一场。慢着，偷窃女子贴身绣帕，诬陷清白，妄想逼迫成婚，此等行径若是人人效仿，天下女子还有没有活路了？我这就把你送往府衙，好好审一审。将军饶命啊！是昨日有个女子找我，给了我100两银子和这方帕子，让我诬陷许娘子有私情。他说事情办成，我不仅能得美娇娘，还能把这铺子据为己有，我就动心了啊！找你的那名女子姓甚名谁，是何模样？我不知道名字，只知道约莫20出头，瓜子脸，长得怪好看。哦对，左眉尾有一颗肉痣。瓜子脸，左眉尾有肉痣，这女子分明是李婉华身边的大丫鬟青锁。京兆尹大人的速度够快，按照我们提供的线索直接拿人。天色已晚，1日便可升堂。李婉华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猪猪正在长身体，多吃鸡蛋。哎呦喂，这粉红泡泡都要溢出屏幕了。许娘子，我今日说已经请媒人向你提亲。李大哥，我知道你说这话是为了吓唬周屠夫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天晚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许娘子，我今日说提亲，全都是肺腑之言。只要你点头，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，对猪猪好。李大哥，你这身份我高攀不起。听说不少大家闺秀都想嫁你，娶了我，对你的仕途没有任何助长。许娘子，没用的男人才需要女人的裙带关系做助力。我堂堂男子汉，今天的一切全都是一刀一浆拼出来的。我娶媳妇儿只想找个合心意的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天上的仙女，比那些高门贵女强多了。不行，这事还得问猪猪的意见。他若是同意，我就好好考虑。娘亲，我愿意。我早就想让大叔做我爹爹了。我想让大叔教我骑马，教我功夫，带我去边疆看长河落日，大漠风光。有大叔帮忙，案子进展神速。穿着朴素的青锁熬不住京兆尹的连夜审讯，终于把李婉华招了出来。李婉华直接被带走收押。可没想到傍晚，我们院子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姚娘，此事是婉华一念之差，你就原谅他这次吧。他说了，只要你能撤诉，对外说是误会一场，他愿意纳你入府为妾，与你姐妹相称。姚娘，其实我心中一直是有你们母女的，当初和离实非我死愿啊。尚书大人已经答应我，下个月就会提拔我到户部中都的职位，那可是正五品。只要我升了官，你带着猪猪入府，你们母女也能跟着好日子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你的官途。你摸着良心说说，你心里何曾有过我们母女半点位置？猪猪，以前你最喜欢爹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娘亲因为一些误会和爹爹置气，只要你劝你娘亲原谅爹爹，以后咱们还能像以前一样。
你还能当你的官小姐？拿我当无知的孩童来哄骗，真是可笑。可惜啊，我早就看透了你这伪善的真面目。嘿，我才不稀罕当什么官小姐！你是个坏人，你欺负我娘亲！逆女，你竟敢对自己的亲爹动手！怎么，你还想打猪猪？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早就该打了，滚出去！徐若瑶，你个贱人！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沦为整个京城的笑柄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老奴乃尚书府管家，我家尚书大人有言，教出如此蛇蝎心肠的逆女，实乃有愧于朝廷和百姓。自今日起，尚书府与李婉华断绝父女关系，还请大人秉公处理，无需顾及尚书府的颜面。姜还是老的脸，李修远这个老狐狸实在是高明，舍弃一个，保得自己一世清明。案情水落石出，犯妇李婉华杖责30，10日后流放3000里外岭南。没过几日，大叔的求婚直接轰动了整个京城。瑶娘啊，瑶娘开门啊！求求你不要嫁给别人，瑶娘！你这还没过门呢，每日都在我家蹭饭，与理不合呀。瑶娘，这肉真香，我再吃一碗。我算看明白了，大叔原来是个超级无敌大醋坛子啊！天天守在这里蹭饭，生怕娘亲对门外那个渣男心软。许老板，上次是我年纪小不懂事，没管束好下人，冲撞了您。如今我刚从宫里给皇后姑母市集出来，特意带姐妹们来光顾，您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呀！皇后撑腰，禁足1个月就放出来了。江连月睚眦必报，这笑脸背后指不定憋着什么要人命的坏水。禀将军，小姐，查到了，江连月勾结了城外的山匪，打算明日在夫人进货的路上将人掳走，毁其清白，扔在城门口让他身败名裂，好逼将军退婚。好歹毒的手段，敢动我的女人，我要他生不如死！大叔，既然他这么喜欢毁人清白，那就让他亲自尝尝这滋味。我们将计就计。哎呦，这不是皇后娘娘的侄女荣华郡主吗？怎么弄成这副德上了？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是郡主，不许看！可怜吗？不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瑶娘，江连月出了这么大的丑，承恩公府必会发疯。我已经求陛下提前了婚约，定在腊月18。有天子赐婚，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！民女敲击登闻鼓，状告荣华郡主江连月虐杀仆婢，草菅人命，求陛下彻查。民女的姐姐一直伺候的是荣华郡主，半年前，她只因惹怒了郡主，就被扔入禁神，尸骨无存啊！天子脚下竟有此等恶妇！大理寺，给朕火速彻查！你个刁奴，竟敢背地里非议本郡主！待会儿就让你尝尝万蛇缠身的滋味！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不过是几个贱婢而已，卖身到我们承恩公府，就是我们府上的人，杀了又何妨？那么喜欢把人扔进气盆，何该让他自己尝尝这气盆之刑的滋味？扔进蛇库！扔进蛇库！扔进蛇库！陛下顺应民意，判处3日后江连月受弃儿之刑。
腊月18宜嫁娶，天子赐婚，排场盛大。娘亲穿着霓裳阁赶制的华美嫁衣，坐着大红花轿，10里红妆嫁进了威远大将军府，羡煞不少闺中女子。庆隆20年夏，黄河决堤隐患，户部尚书李修远贪墨修建堤坝的几百万两银两，碎石木材以次充劳，被重兵收押。柳文胜作为李修远的走狗，帮其处理见不得光的勾当，牵扯贪墨大案，判处流放崖州。姚娘、猪猪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们还记挂着我。姚娘，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求你帮我在大将军面前说几句话，免去我的流放之刑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京城。夫妻情分，是你把我推入黄远中火坑的情分，还是你安排人设局构陷逼迫我攀上高门贵女的情分？柳文生，你我间早已无任何情分。可那又如何？你根本就不知当官有多难。像我这种寒门才子，想出林投地，只能走捷径。恰好李婉华对我示好，黄远中又对你有那样的心思，我只能顺水推舟。若是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的。好好管教他，让他日日叫苦不迭。小姐，柳文胜流放路上动辄被打骂，半夜出逃，被我们的人抓住了。我们狠狠惩戒了他，将他发配到了汝南极其艰苦的苦役营。他洗干净后皮相还能看，没几日就神志溃散，已经咽气了。既然他那么喜欢把妻女推入火坑换取利益，自己不体验一下怎么行呢？春光和煦，杏花微雨，院子里的银杏树上鸟儿叽叽喳喳叫着，锦绣阁生意蒸蒸日上。娘亲雇了经商能手，要把生意做大做强。娘亲生下了弟弟，新爹把他当琉璃一样捧在手心。新爹对我视如己出，让我上了京城最有名的女学，琴棋书画品茗调香我都学得有模有样。他还将我记上李家族谱，改名李明珠，意为掌上明珠。猪猪，快来，你爹给弟弟取了都快200个名字了，快来帮我们选选哪个名字好。